又回到台北，几天以后，我们从这儿飞回北京。台北出出进进已经好几次了，但是每次回来都有一种面对一个全新城市的那种小小的激动。上期我们讲了最宜居的城市高雄，这次我们一起聊一聊台湾，也许是亚洲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台北。台北的豪华社区的西移。台北毫无疑问是一个富裕现代化的城市，但这个城市也完整地保留了那种陈旧简朴的过去。跨越这两个时代，你只需要步行几个街区。也许有些人说这像一个三线城市，可我觉得这正是台北的精髓。走在这里，我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宁静，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年少时期的生活环境。曾回到大陆去努力去寻找过这些东西，但是可能只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比如在北京的某些胡同里面。但在台北，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它的人气被完整的活灵活现的保存了下来。哦天，哇！你看这个树，哎，它未必光鲜，也绝对不宏大，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它是亲切；在下一代人的眼里，它是寻根和找到的快乐。特别喜欢华山1914这个地方，这过去呢曾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酒厂。走到这儿，你仿佛能够回到了这个日据时代啊，这些红砖的老建筑让我想起那个时候的街景和那些愉快或者不愉快的回忆。谈到日据的历史感，台北还有一个好去处，这是日本统治时期公务员的宿舍区啊，这儿的房子都是传统的日本的这种木造结构。在这儿静下心来慢慢走一走，体会一下过去100年这本厚厚的书。台北真的是感觉就是多层次，所以这大城市之所以好啊，就是它什么都有，特别热闹的地方也有，特别清静的地方也有。这片就是那个叫什么闹中求静的地方啊。闹中求静啊，但是总体上来讲，台北呢是喜欢热闹的人的一个天堂。我们来到了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商圈西门町，忒长了这队啊！看到一个小店前面排起了长龙，我们想去问一问为什么他们在这排。这位女士说她也不知道，看着别人在这排队，他们就在这排了。台湾的朋友告诉我们，台湾人特别喜欢排队。西门町夜市，咱们又来吃东西了。峨眉街幸福堂，我的天，这人在干嘛了？他们不上来上班吗？明天？中国这个品牌哈马特还挺厉害。凭什么这地儿？手炒珍珠打卡拍照，这就是我们要吃的。阿宗面线是台北的经典小吃。看看大家都在那站着吃，我的天！这得好到什么程度啊？这好像是必吃啊，台湾必吃。大碗80，小碗65。包一大盅了。行了。我拍。醋，再加点醋，我估计有点挺腻啊。这个是因为大肠做的，很鲜呀。怎么说，一进嘴就要化了那种感觉。细细的米线，挺好吃的。就是缺点菜，我觉得菜应该再多点。变了，必须要吃了。我们又来吃这个盐酥鸡的台湾创始店。哇哦，这鸡看起来很诱人老店啊，其实就是 popcorn， 肉还挺嫩的，有点不那么咸，就有点甜味儿，好像。外边酥脆是吧？里边肉鲜的，那个叫什么 basil， 这些9层塔，你看看这一份儿，猜是多少钱？好吃。70台币。我觉得这个街上排队最长的就是便宜又好吃。你说要豆浆吧，他问你要什么样的，冷的、热的、温的。来台北呢，一定要吃牛肉面啊！这个我们专门找到了汉中街附近的刘山东牛肉面，创始人应该是我的老乡啊。像这种面食，应该是发源于中国的北方。
台湾美食界的一大特点就是来自全国的各地风味都有，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小店儿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名声大振了，其实它的内部的装饰还是非常一般，保持着最初的那种古朴的风格。在中国大陆呢，可能早已经被这个资本介入了，已经发展成全国的连锁店了。是吧？这是牛肉三宝，就是说有牛腱呀，有牛筋啊，还有什么牛的3种不同部位。像我这个呢，就是光是牛筋，我觉得我这更合算，因为我这个面是自己弄的面嘛。很鲜啊。因为处于游客区呢，所以这价钱小贵，我忘了是多少钱了，大概是200新台币吧。但是呢，这个味道是没说的，我们吃过的最好的一顿牛肉面。中正自助餐哦，感觉这不错。他说呢是连锁的。我们在台北还吃了好几顿自助餐啊，主要是因为这个青菜多一点。我这450台币是吧？加15块钱。我这个便宜一半，200。你这菜少，我这285。对，还不错，味道还不错。刚才那个老板，我要录一下，那老板身上那个衣服写的很有意思，叫“老公永远是最棒的”。你能过来一下？我觉得那 T 恤的太棒了，给我老公看看。这是太太给买的吗？对。永和豆浆店是我们经常去吃早餐的一个地方，它这花样非常多，和国内那种连锁的永和看起来是两码事儿。这家这个馅饼可不错，你看我这吃了这个一个饺子哈，你看这馅里头多么多的东西，有韭菜、鸡蛋、粉丝，还有肉，还有什么？好像还有那种豆腐丝儿，料特多，这个味道很好，而且给的量很足。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豆浆倍儿好，有一点那种有点拉嗓子，就那种小粒颗粒那种存在的这个浑浊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豆浆。你看，我们吃了一顿早餐，2个人呢吃了这么多东西，一共191新台币，才6个美元。Can you believe it？ 这是另外一顿早餐。这一堆东西啊，这一个是里头有些菜的，这个蛋饼，菜的蛋饼，这一个煎鸡蛋，这一碗豆浆，我还买了一个这是什么？我们有2蛋挞，还有包子，这些加起来一共多少？260新台币哈。263新台币。台北的日餐也是一流的。我们在永康街附近找了好几家，都是爆满，只有这家还有座。我们进来不抱很大希望，但是质量、味道还有服务都出乎我们的期望。这边每一份都带着炸鱼嘛，炸鱼实际上是鱼肚子，里头丰富的胶原蛋白啊。对，但是鱼不一样，你这个好像更丰富一点。你这黄的是什么玩意儿？丽丽和我都喜欢鱼哈，只不过是我更喜欢生鱼。这是林口捷运站啊，你看这儿一个老人家在这儿卖东西呢。国内的话，在这种人群中，肯定有人来管了，警察或者是城管。看样子台湾对残障人士啊、弱势群体还是很照顾的。其实，在台北很多的捷运站就是一个很大的商圈，有很多卖吃的，还有买其他东西的。这对通勤族来讲是非常便利的。我们也经常在这儿吃东西啊，经常把这个午餐就解决了。正好看到这儿有卖车的哈，这个 Suzuki 的，这个吉普车我当时在 Costa Rica 还租过开过啊，我看看多少钱，正好了解一下行情。牌子上写的是85万新台币，大概合27000美金吧。美国市场好像没有这款车哈，但是大概这类车也就是这个价钱。刚才我们讲了台北，我们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新和旧并存，而且大家心安理得的去接受那种旧的东西。其实，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同样的事情也是存在的。否则你很难理解这个在台北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里，寺庙的香火会如此兴盛。这个嘛，这是贡品啊。而且我没想到的是，很多年轻人也在这儿。这小孩，你看都是小孩的东西，这怎么3个小孩？这肯定不一定是不在了，这个可能是祝福他们。都是 K-pop stars。这些呢？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的。还有粉丝福利呢，Love Letter。Oh my god！ What is this？
What are these models doing here? 我看看啊，等会儿啊，你看啊，这人演出日期哦，这26年4月25号。哦，这个祝他在地点在哪儿演出，祝他成功的意思可能是。座位要求放位置哦，就是他可能是不是他的位置啊？他的位置想心愿想要实现，来祈福一下，这也是 pop star 的。So what is this about? 就是这个演出，它要有个 show on what time？ 你看4月25号到26号， So is this like 在哪个店面 is this marketing? Is this like a？No， 我可能是我想要买什么样的票，我希望我能去看这个演出，是这种位置。就是 Let God help me to get the ticket. So that's that. 这有点啊。I don't get the logic. Oh, this is yes, and then this is no. No. And then this is thinking. Thinking. Oh. okay. Any of your wishes? Yeah. Okay, Let's got try it. it, You yeah. want to do it? Put it together first. 先祷告啊，对，放在一起。啊，今年能达到10万粉丝啊！ No， 那我就算是 yes。对，这 OK， 这是一个 yes。再来一次。10万粉丝。Thinking 就是说 not certain yet。这是跟神交流的一个方式哈，这2个笑脸儿就是笑而不语。如果一正一反呢，显著差异，所以说那就是yes。2个反正就是否决。我这3次是一个 yes， 一个 no， 另外一个是笑而不语。So you need to put more efforts, meaning, okay? 应该是做3次啊，但是我做了4次，因为其中有一次撞到了旁边的这个桌子上了。加做了1次，结果还是笑而不语。丽丽的解读是有可能，但需要加倍努力。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帮我们实现龙山寺的心愿啊！我们快走到台湾的总统府了，发现附近有很多军车呀。这防止发生委内瑞拉那种事情的，唐人的越危。尽管有些军事存在啊，但是这还是我经历过的所有的总统府里面，这是最亲民的一个了哈。我跟那警卫打招呼，我说能在这儿照张相吗？啊，他说没问题啊。我之所以要问呢，是我在某些地方啊有类似的差点被抓进去的这种这种经历。有 YouTuber 讲这个在高德地图上这块标的是台湾地方政府办公室啊，我查了一下，还确实是这么标的。国内 AI 豆包也经常这么提醒我。我这辈子大概在4个国家的首都生活过啊，我说的是生活至少1年的，包括中国北京和美国的华盛顿。生活在首都呢，就感觉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历史感，感觉你除了这个油盐酱醋茶之外呢，跟这些中心的历史事件好像又近了一点点。首都的一大好处呢，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呐、纪念碑啊，还有这些似乎超越这种我们平凡生活的这些宏大的政府建筑。这是蒋介石过去的办公室啊，他搬到了中正纪念堂里边的博物馆里了。这儿还有过去蒋介石的2辆防弹车啊，我看这个车牌都是888或者什么668，跟现在的暴发户也没什么两样。首都的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有很多文化设施和大学。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带着这种敬畏的心情来台大来逛一逛了。我们认识的很多台湾朋友，他们到美国已经20-30年了，还一直都戴着台大的棒球帽。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学校一直有一种憧憬。毕业季啊，很多人在这儿拍照，有一些情侣，我想是校友吧，在这儿拍婚纱。给我一种就是特别安静的，就是 soothing calming， 感觉像个世外桃源哈。咱们以后找个地儿在学校附近住吧。好啊，你这个再上个博士去，social media 博士。我昨天晚上还梦见考试考不及格呢，哎，这个就吓醒了半夜了。又回到学生食堂体验一把啊，这个弥补一下我们在大陆的缺憾。在大陆呢，我们连我们的母校都回不去了，要刷脸，提前预约。台大这学生餐厅呢人很少，这个菜呢也选择也有限。这学生肯定主要不是在这儿吃的，他们在哪儿吃呢？跟着放学的同学们啊寻而而去，哎，到了学生宿舍地区了。你看这个自行车大阵啊，想起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哎呀，感慨很深啊！女生第一研究生宿舍，你看他这个男生宿舍和女生一边是吧？这边女生。
都是女生。女生多呀，看来是。和我想的一样，这学生们都跑到夜市里来吃饭了。是，这和中国不一样，中国都是食堂，他们这都是夜市。我们那时候吃的是大锅饭呢，这儿毕竟是小炒啊。反过来烤，这碗锅。国际学术交流啊，你看这锅反过来用锅底儿来烤饼。我这看，它就是一个馒头，给它把菜给塞进去。对，这叫什么瓜包是吧？台大商圈里面呢还有很多文创店、书店，这儿还有一家专门卖大陆出版的书籍的商店。WiFi 的密码是 Beach123，这是著名的女巫酒馆啊。我们到这来喝了一杯，还听了一场音乐会哈。我们在以前的那个视频中曾经给大家分享过。这儿有很多小酒馆、小咖啡馆都非常有意思。啊，巷内我。喜欢这个，我真没想象到台大附近是这样的，我以为是郁郁葱葱，我以为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呢。我们还去了一些其他的大学校园啊，比如说国立师大。学校附近呢，好吃的好玩的很多，而且有很浓的文化氛围。实际上，整个台北呢，也是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一个城市，这也是我们特别喜欢它的原因。台湾 7-Eleven 的这个规模确实是美国不能比的，它这甚至还卖书啊！你看有很多人在这儿吃饭、喝茶、喝咖啡哈。你看这儿还有游戏机啊，这儿还有复印机、办公设备啊。微波炉有4个，我们经常到711来采购，价钱稍微贵一点点，但是方便呢。有的时候一条街上有好几个。熟食的种类碾压美国，也碾压大陆的711店啊。好，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儿啊，我们下集和大家一起继续探索台北。